好，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那么这节要带您来讨论一下国际局势的演变。加入我们这节的来宾包括有前立委邱毅委员，委员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我们的前驻纽大使谢文吉谢大使午安。佳琪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我们的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吴教授午安。佳琪好，大家好。好，那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看呢，今天的焦点要锁定在的是中德的合作，难道现在各有盘算吗？我们现在也来看到在天安门呢这个画面哦，透过我们的画面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挂起了中德的两国国旗。随着德国总理呢将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也悬吊起中德两国的国旗，以示呢对梅尔斯的这样子的热烈欢迎。而现在中德两边也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讲到了中方注意到德方呢重视降依赖等问题，愿意来做一个坦诚的对话。他们就说了，德方也注意到中方对于经贸问题泛安全化的关切，双方愿透过一些坦诚开放的对话，妥善解决彼此的关切。那么现在随着梅尔斯要会晤习近平、李强，那么他们说期待更公平的合作，强调的是欧盟框架。梅尔斯就说了，希望中国在公平的条件下深化合作。中德两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要释放这样的潜力呢，双方必须要坦诚交流。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说了，中德双方要正确的把握竞争跟合作的关系，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甚至就连李强也讲到了，他说双方增强合作信心，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跟自由贸易。那你可以看到了，这个德国总理呢到达了北京之后，立刻就用中文来发文哦。他说，柏林跟北京相距7500公里，多年来我们一直很乐于跨越这段距离，为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需要开放的对话管道。那么现在德国的去中化急转成去中国吗？那么你可以看到呢，梅尔斯访中直球喊话，我们想要的是中国投资。他说，鼓励并欢迎中国大陆企业来到德国投资，中企在德国的投资不只创造就业，也有助于强化这些产业的价值链。我们想要中国在德国投资。那么他也宣布，中国向空巴订购了多达120架的飞机，甚至空巴受访的时候也讲到了，目前没有评论，但梅尔斯也并未透露订购飞机的具体型号或者是签约的时间。只不过现在德国想要去风险却难以脱钩，重塑呢对中关系比想象中的更难。你可以看到德国的汽车、工具机跟化工产业在过去30年深度布局中国，如今面临了这个市占下滑跟激烈的竞争。2025年中国对德的出口增长8.8%，德国对中的出口却下滑了9.7%，所以对中的逆差大概扩大了33%，象征的共生成长的模式已经终结了。那么德国虽然支持欧盟以关税与在地规则限制中国产品，但也考虑到中企分享技术，但面对于这种深层的依赖，转向之路势必是非常的漫长，而且是相对来讲是更加复杂的。我们带你看到是德国去中急转弯，为什么呢？有人说去中国成企业救命稻草。原本德国在稀土半导体、制药都是就是想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失败的能源政策、大量束缚企业的法规，迎来国内惨重的破产浪潮。为了活下去，很多德企只能去中国。好，那么现在梅尔斯访中是不是已经找到了一个解方了呢？笑容满面，他呢参访故宫呢，引用习了孔夫子的箴言，祝福中德关系。他说，时间有3种步伐，未来姗姗来迟，现在像箭一样飞逝，过去永远静立不动来祝福中德关系。随后呢，这个总理呢也跑去了杭州，参观了宇树科技。那么你可以看到，现在会不会这也是德国工业404的一个解药会出现在中国呢？因为现在德国面临到能源严重短缺，价格又飙升，德国一直高企业的人工成本，再加上全球市场需求的萎缩，导致一些德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已经严重的受损了。那么德国制造一直是一块金字招牌，10多年前呢，德国人呢他们就雄心勃勃的说要工业4.0，但现在他们却深陷了工业404的困境。那么呢，他们的总理梅尔兹这一次的中国之行被外界广泛解读是转向东方，为脱困寻找一个解药。不过讲到这个语速我们要带你看到这个画面。
语数的5BOT 天坛祈福惊艳外网，未来感呢获全球网友盛赞。这个画面你可以看到呢，他们旗下的 G1 机器人集体现身在北京天坛，进行了5BOT 天坛祈福的集群演示。你可以看到他们都身穿红色上衣，自行组成一个方阵，重现2026年春晚节目中的武术动作，可以说是场面是相当的壮观。我们来请教一下邱毅委员，你怎么看这一次德国总理访问中国呢？德国是不得不来。为什么说德国不得不来？刚才佳琪说到了一件事，德国本来有个金字招牌，它的标的的产业就它的制造业。德国的制造业举世闻名，可以说叫制造业的皇帝。可是这几年德国的制造业呈现萎缩的现象。为什么萎缩？其实关键在俄乌战争发生以后，使得北溪的管线被炸掉了，德国没有办法再使用俄罗斯便宜的天然气，这一来它的能源成本大幅度的提高，使得整个企业经营的成本也上升了。去年整个德国的经济成长率只有 0.2%， 虽然摆脱了在前面2年的萎缩的情况，但是 0.2% 相对于中国大陆的 5%， 那实在是比都不能比的。而德国的失业率是 6.3%， 德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超过 3%。 更严重的是，德国去年有多少家公司破产？有17604家公司破产了。而公司破产，自然就造成了失业的人数大幅增加。一旦失业增加，那只好政府增加了社会安全的支出，所以财政的负担更严重。德国的财政本来就有困难，这一来困难就更大了，所以必须要为德国的制造业找到出路。也就是因为如此，过去对中国大陆有成见的这个梅尔茨，这一次才率大团那么到中国大陆来访问。本来的行程是4天，后来缩成了2天，不是德国要说的，是因为中国大陆这边认为说后面的行程排得很满，大家都络绎于途要到北京来，所以把行程缩成了2天。我们有几个小现象可以观察梅尔茨这一次到底在急什么？第一个，大家看到他的专机到了北京首都机场的时候，他下飞机的时候是以小跑步下飞机。小跑步下飞机什么意思？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在飞机的绳梯上小跑步下来，万一一脚踩空，不但丢脸，而且还会引起后遗症，危险。他为什么会小跑步？兴奋嘛，急嘛，心里急嘛，为德国的经济急嘛，为德国的出路急嘛。好，第二个现象，你知道这一次虽然来了团，大家说只有30几个企业啊，比英国的团要少啊，但是我告诉你，这30几个企业都是德国的顶尖的企业老板或 CEO， 他们是抢着上这个专机啊。为什么？大家都想到中国大陆找出路，大家都想了解神秘的中国为什么会改革开放以后进步这么快。第三个，他本来想访问几个企业，宁德时代、华为、比亚迪、宇树，但是最后因为行程缩短了，所以他最后只能够选择4选1，就选了宇树。他要了解10年的时间，为什么在杭州的宇树会发展成一个人形机器人全世界最顶尖的企业呢？大家知道，在上海的退博会的时候，进博会的时候，当时宇树的人形机器人出来，很多人还怀疑说，那个人形机器人里面是不是藏着真人啊？后来才发现原来不是，原来这个人形机器人已经独步世界，领先世界。
另外的，大家在故宫看到这一段，也可以看得出来，梅尔茨到中国之前，他是做好准备的，他是做足功课的，甚至还为了这个去学了讲几句中国的吉祥话。所以从这里来看，大家会了解说，虽然德国人很骄傲，有优越感，他原来对中国大陆也有成见。但是为了德国的生存，为了帮德国找出路，他不得不到中国大陆来。当然，还有个助攻员，就是川普，因为川普搞了这个关税，以至于使德国对美国的出口萎缩了，他也必须要转移市场，转移到中国来，否则德国的制造业会萎缩得更快。我们要持续来请教一下介大使，你怎么看？为什么德国会从去中化变成去中国呢？这个形势比人强啊。那不是说这个德国这个总理哈，他必须去中国大陆，其实是他背后的经济力量必须去中国。所以这次他这个30个这个德国顶尖企业的这些负责人都随团而去啊。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那30个德国顶尖企业的首脑哈，是压着他去的，他不去不行啊。他基本上他在政治上，德国人他们有一种优越感啊，始终觉得中国大陆体制各方面应该要做中国的教师爷的，所以他是姿态很高的。他刚上来也是一样，他用的外交部长也就是这种心态的。可是为什么这一段时间也不过差不多3-4个月变化这么大？当然，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川普总统现在德国人的感觉就跟他们前一阵子，就前2个礼拜在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那个会议的主题是什么？他说那是讨论安全。国防外交的一个德国人的主办的一个局，他用的这个主题只有2个字，叫 under destruction， 就是说正在毁坏中。这个整个的西方所建立的这种从它的价值体系到它的这个所谓的机构体系，成立了整个的西方主导的这个世界观，然后世界治理体系现在是什么讲？就是 under destruction， 整个在毁灭。这是他们德国面临一个挑战。德国本身不是主导的，主导的是美国。所以他们现在我觉得在这个意识形态还有价值观上，可以说是不能说是彻底崩塌，不过是很彷徨的一个时候。他也未必放弃他们自己的优越感，可是呢，他现在是一个彷徨时代。那其他的就物质基础来讲的话，今天来讲的话，就从我们讲物质基础就是经济科技嘛，就这2项因为这2项是密切相关的。那可以说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个风水轮流转。那么西方尤其像德国，过去一个投资者、技术转移者的这种姿态去俯视中国的这种时代客观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为什么呢？德国传统它的工业的这个强项是在机械、化工汽车这些方面。我们先讲它化工，巴斯夫在俄乌战争以后 ，BASF 这个是德国全世界最大的化工这个企业，在2年前投资了100亿美金，把它的厂迁到广东。为什么？因为化工是急需要电力，需要各种原材料，那个成本，能源的成本非常的高。俄乌战争一开打以后，德国从俄罗斯那个廉价的那个天然气，还有各种的这种能源，这个管道就断了。德国的能源骤涨4倍，那巴斯夫立刻就决定转移基地了。那当然，机械跟汽车，德国还是有它传统优势，可是汽车的前景不在什么？不在燃油汽车了，不是内燃机的汽车，汽车前景在电动车。这一方面，德国一直做不好，关键技术都掌握在中国的手里面，所以就是说有前瞻性、有现代性跟未来性的产业，我随便举几项：电动车、人形机器人、绿能、高压传输、6G、高铁、航太，每一项德国都落在中国的后面。
所以这一次这个德国总理到中国大陆去，他为什么一定要跑到杭州去看语数机器人？那个人形机器人他也是都落后了，语数是也不是这个一试绝尘，可是语数是遥遥领先，他要去亲眼见证。我觉得他会去看，就表示他态度上还是怎么样，还是谦虚的啊。当然提出来大家都有问题啦，就现在德国的问题，他们自己也没想到，短短的几年，他们跟中国大陆贸易居然陷入一个逆差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在双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声明上也显示出愿意合作的一个态度。不过这次是一个完全平等的，任何一方如果想要用这种俯视的态度看另外对手的话，那都不会成功的。我们持续来请教一下吴教授，那你又是怎么看这一次德国总理他跑到中国去的这些动作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团体的压力吧，因为不是只有他去啊，今年马克龙去了，法国总统去了，爱尔兰总统去了，芬兰总理去了，英国首相也去了。整个欧洲面对川普的关税，大家在找市场出路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是中国，因为中国是各个国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德国没办法。2025年中德的贸易突破了美德，简单讲，中国超过了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总共贸易额是2518亿欧元，上升了2.1%，观众朋友2.1%。那如果你是德国总理，你面对首要的贸易伙伴换人了，而且刚才介绍讲还逆差那你要怎么办？你要去解决逆差嘛，要做更多生意嘛。2025年，依据他们的贸易显示，中国对德国的这个贸易的出口增加了4.1%，德国对中国降低了9%，这一来一回逆差就出现了。如果你是 Merz， 你要怎么做？继续要赶快出口东西去。当然了，这个中国跟德国买了很多啦，镜片啊，我们知道啦，还有很多化工东西啦，数据处理设备啊，光学产品啊，大概是500多亿欧元。但是呢，这个德国呢进到这个中国的是什么？很多是汽车。我们知道这个福斯一汽大众，对不对？这个是非常有名的。那我们要知道说，其实德国是面对还有一个是它的美德的贸易下降美德贸易降很多这个美德贸易降了大概5% 所以一来一回，德国总理势必要去中国。那我们讲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次他带了大众汽车啊、宾士啊、宝马、空中巴士、西门子这些大老板去，最重要的他们还是要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去别忘了我们在2023年讨论到德国面对中国的我们讲的 overcapacity， 这个叫产能过剩比如说玩具啦、电池啦、这个电动车，他们把中国设定为什么？你是伙伴竞争者、系统性，他们叫它3位一体。可是现在 Merz 不讲这个了，他不要再讲说你要是不是竞争者是什么的他说我们来做生意非常重要。那坦白讲，我还在讲一个最重要的是，如果各位观众有感去中国大陆，你们一定常打出租车，出租车打到什么？大众汽车呢？我大概看了一下，从2000年它市占率快到4.5%。整个中国大陆将近一半，卖了很多大众汽车去做什么？出租车的手排车。你在路上打出租车，很容易打到大众汽车那种手排车。可是到2020年，它掉到只剩17%，大众汽车整个在中国的市占率。如果你从汽车市场来看来，如果你是 Merz， 你要怎么做？我的市场在掉，我一定要赶快加紧了，在各方面要跟中国谈生意。所以我们坦白讲啦，接下来欧洲的领袖面对这个生意上往来，面对川普的关税的不确定性，我觉得中国是他最大的这个好做生意的好伙伴。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讨论更多的国际局势。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集要带您来看看美国总统川普的国情咨文。那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是不是在顾及川习会呢？因为呢，川普的国情咨文从头到尾一个字大陆都没有提到，这也是20年来的第一次。川普24号在国会发表现代史上最长的国情咨文演说，他在这场将近2个小时的年度演说却没有提到中国大陆是20年来的第一次，也没有提及所谓的美中经济关系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时机耐人寻味，因为都传出呢，川普不是在3月底的时候就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要跟习近平见面吗？这将是2017年以来美国总统首度
度来出访中国大陆。但是现在有人就说他是不是吹破牛皮了？568兆投资关税马脚现在全都漏了。川普声称重返白宫的12个月之内，已经为美国争取到18兆美元，算一算台币是568点多兆的投资承诺。但是截至川普发表演说当晚，白宫的官网却显示，本届总统在任期内的重大投资公告的金额却是9.7兆美元。这是不是差了快1倍啊？而且其中最大单的一个投资是阿联酋在制造业与产业的1.4兆美元投资。那么现在川普称全球关税增到15%，白宫经济顾问却说仍在讨论当中。他说取决于目前谈判的进度跟现有的协议状况。那么现在古巴呢，就说美国快艇持有武器，企图来渗透，闯入水域交火，造成了4死6伤。古巴部队呢，在25号一艘在美国佛州注册的快艇开火，造成4人死亡，6人受伤。根据古巴内政部25号的声明，他说这艘快艇载着10名居住在美国的古巴公民，持有武器，企图进行一些恐怖主义性质的渗透活动。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呢就说了，他说这并非美国的行动，也没有任何美国政府人员的涉入，赶快来撇清。而现在美国跟这个伊朗的最新一轮的谈判前夕，美国的财政部呢确实公布了针对伊朗的最新制裁名单。美国财政部发布了这个制裁名单，涉及到30多名个人、实体跟影子船队的船只，指他们协助伊朗呢非法销售石油啊，生产弹道导弹跟无人机等武器。上次抓的是马杜罗，大家还记得吗？卢比欧说机密汇报国会8人帮现在谈伊朗局势。根据《卫报》的报道，卢比欧在川普发表国情咨文的前几个小时，向美国国会8人帮进行了一个机密汇报，讨论伊朗的紧张局势。8人帮呢是美国国会高层很重要的一个圈子，由众议院跟参议院2党资深的议员、情报委员、主席跟资深成员组成。卢比欧上一次向8人帮汇报是在1月5号，也就是美军抓捕马杜罗的隔天。所以很多人就说了，到底谈什么？是不是已经事态严重了呢？有人在会后也表示了，的确事态严重，政府必须要来跟人民解释。所以现在外界就很紧张了，到底这个局势是不是不太妙呢？好，那么现在众议院荣誉院长裴洛西也对川普做出了评论，我们带你一起来看看。On Iran, because this is very important. We all agree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President Obama masterfully, with great virtuosity, had a diplomatic solution to how we would have a nuclear agreement with Iran. He turned that around, he rejected that, cast it aside, and now is using threat of military and the rest. It's so ridiculous. It's so inept. It's so below the quality of leadership that our country is used to 250 years. 你可以看到裴洛西就是说了，这川普根本是250年来最差的领袖。那么现在重批川普是职业骗子。伊朗外交部说，川普撒下了弥天大谎。美军集结中东之际，彭博就说了，伊朗现在加快出口原油，日均出口量是1月的3倍这么多。彭博社呢更是报道了商品数据情报公司的数据显示，伊朗位于南部波斯湾的哈格岛原油出口已经将近了2010万桶。这个数字光是这样子的数字就已经是1月同期的3倍，相当于日均增加了300多万桶。那么现在传出大陆打算卖伊朗超音速反舰飞弹，恐彻底翻转整个中东局势。路透社就说了，伊朗跟美国26号将举行核会谈之际呢，伊朗将与中国达成协议，采购中国的超音速反舰巡弋飞弹。这些飞弹一旦投入了部署，可能会大幅提升德黑兰的打击火力，对于地区美军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而且有可能会彻底的来颠覆这样的局势。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邱毅委员，委员你是怎么看这国情咨文呢？刚才裴洛西对川普有个批评，认为川普是职业骗子。我有个朋友在香港姓郑，我也曾经问过他，川普到底谈判的精髓是什么？他说很简单啦，就是渣男的谈判方式，渣男骗女人的谈判方式就是如此啦。好，所以跟裴洛西的评论可以说是，这个几乎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看川普在这一次108分钟的国情咨文演说里面没有提到中国大陆。为什么没有提中国？这是很罕见的，因为他始终把中国视为他最大的战略的对手。他不骂中国，他心里不爽的。为什么这一次不谈中国？道理很简单嘛，因为他已经对外都宣布了，他3月31号要到中国大陆访问。然后呢，他把这一次的访中行视为他要挽救他濒临崩盘的支持率最重要的一次行动，所以他希望这时候不要得罪中国，以免影响访中的行程。他还希望能够这一次的访中行能够为美国带回来大量的订单，来凸显他的政绩。所以他懂得在这个时间点不能讲坏话。那如果说这时候又不想讲好话，那怎么办呢？那就干脆就不讲话。这就是川普的性格。好，那川普在整个108分钟的国情咨文里面，我的感触3个特色。第一个特色，他的身体真的很好，他已经快80岁了，他竟然可以在里面唱作俱佳，像办演唱会实境秀一样，搞了108分钟，不得了。我自比我身体也很好，可是比起川普，那真的是称呼其后啊！好，那从这一次里面呢，你看看他真的是把整个在国会里面的这个国情咨文演讲当成一个秀场，还不断的有像冰球队进来了，他很喜欢的那个已经被打死的查理科克的遗孀，这次也被请过来了，种种的桥段。他把整个会场里面的情绪带到最高潮，这一点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作秀的功力。那真的在美国立国以来250年，川普是绝对排第一。好，第二个，他保持他一贯吹牛的特色，非常的会吹，而且他会想象，他把很多想象的都当成真的。他把很多的国家在他用关税压力、威胁、情勒之下所产生的要到美国的采购额、投资额，全部当成是真的，累积起来，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而他本身背后2大哼哈二将，一个是众议院的议长强森，另外还有一个是副总统范斯。2个人不断的带着共和党的议员起立鼓掌，那民主党的议员每一个人就坐在台下不理他，这形成了冰火2重天，这个也是一大奇景啊。那么第三个特色就是他没有忘掉随时要骂民主党，而且不但骂民主党，他的宿敌就是刚才讲的裴洛西，还有讲到内线交易。内线交易应该要严办的时候，当然大家都知道，裴洛西搞内线交易是非常有名的，跟她老公一起搞，非常的有名。在国会山里面，她被视为这个内线交易之女王。好，但是川普上来做总统，他一样搞内线交易啊。所以有位民主党的议员听到内线交易要严办，不得不站起来也鼓掌，才被川普奚落了一番。其实川普下台以后，我认为他的内线交易行为一定会被提起公诉。对，我们谢谢我们这个邱毅委员帮我们分享这么多，但是呢，我们还是想要问一下，因为我们还有很关心的是这个介大使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伊朗的局势好吗？伊朗局势26号，双方要在日内瓦进行新一轮的这个谈判。那这次伊朗已经说了，我已经草拟好了一份，就是说伊朗核武器的跟美国的一个谈判的最后一个协议。那大致是说，伊朗我不会发展核子武器啊，可是呢，我发展民用的核子的能力的话，这个权利我不能够放弃。而且呢，外界还传言说，伊朗说，你认为我这一些核燃料已经丰度被提升到60%的这种，因为到90%就可以做核子弹了，
移到90、60的话，那我可以把这个核燃料移到第三国去，我就把它移出去，让这第三国把那个核的风度再从60再给它降下来。那外界传言就是说，这个外国第三国就是俄罗斯。所以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个方案已经提出来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次美国去要求伊朗做的，除了这个废核之外，还有一个叫废岛。废什么岛？岛是什么？废导弹。也就是说，你把自己的导弹能力你要把它摧毁掉。因为伊朗传言有2000多枚的这种导弹，距离可以打到最远的可以打到1500甚至到2000公里的距离。这个对以色列，对这个甚至美国在这个伊朗周边的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是很大的威胁。所以美国说应该你要废核岛，那伊朗说导弹是不能废的。这是我国家赖以生存的最重要、最后的命脉，我不能废。可是废核可以。那现在情况就变成川普在他的所有的演说里都还是说伊朗这个核子武器威胁全世界，这个必须要把它除掉。最近也没有谈导弹的问题了。可是问题，伊朗已经说了，我已经具体要这样做了。所以从第三者来看，现在美国应该是以谈判来解决问题了。可是最近美国的媒体跟美国军方换话换很多，那就认为26号以前是一个关卡，那我们就看吧。反正川普刚打完一仗，在这个国会里打完一仗，现在就看美国跟伊朗那不过这一场战争是好开始，不见得好结束。那我们持续来请教一下吴教授，你又是怎么看这伊朗的局势呢？在这个还在看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在这演说里面讲的这些东西，有一些共同点啦。我观察到他从比如说2025年3月的第一次国会演说当选后，第二任当选后，跟这一次的，他有些共同点。比方说，他喜欢找一些庶民犯罪受害者、军警然后还有真人故事，然后讲到说邀请他们站起来，对不对？对，有感，让人民有感。第二个，他会讲什么？讲一些他的政绩，比方说他这一次讲了我看到有一些州，比方说艾奥华，一桶汽油降到1.99加仑1.99美元1加仑，哇，大家高兴死了。为什么？因为美国从来没有那么低的这个价格，回到2010年左右了吧？他说贷款平均每家贷款少了$5000然后呢，股票53年来最高，哇，这讲的是什么？要有感为什么？因为选举要到了。期中选举，我们知道美国人在投期中选举的时候，通常都会跟执政党对着投讲经济投票。那经济投票要怎么重经济？所以川普在这一次整场的演说里面，就不断的吹嘘我的经济做得超级棒，我的关税收很多钱，我们赢很多钱，我们赢麻了。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一次跟他2025年3月的那个国会演讲最大的差别是，他这次用的情感更多，他的语词更夸张，他甚至讲我们赢爆了、赢麻了。这种东西对一般我们讲知识分子会觉得，你这国情咨文感觉是在作秀。所以为什么 New Yorker 那个杂志那主编 Glasser 就说，这是我看到最愚蠢、最笨的一个国情咨文。他感觉就是一个在卖车、卖古董车的，想要把这个古董车推销给你们，可是美国人不买账，只想要说，像直销的，想要把钱拿回来。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川普这一次国情咨文可以给我们看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异。他还提到一点，他说什么？我替大家都减税，我替富人减税，我也替穷人减税，大家都减税。问题是民主党派的跟左派的团体，他们不是这样觉得。左派的媒体有一个叫做这个税制与经济政策研究所，他们的一个智库显示，1%的美国的富豪，他们在2025年少交了8800块的税。简单来讲就是你根本只是替富人减税，你没有替大家减税。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在座的国会议员、国会里面的民主党，我想他们也被数落过了。2025年那一次国情咨文，他们也是被数落过，这一次又被数落过。坦白讲，他们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带您继续讨论。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集要带您来看看的是，在中国大陆的部分，央视的春节实锤，歼16空战 F-22成功压制。有人就说，是不是美军的神话已经破产了？你可以看到央视在春节档播出的《为你短变》呢，把这样的历史局面彻底打破。他们说有个驾驶呢，他们是
开了这个歼16，在东海遭遇到美军的 F-22，距离敌机座舱只有10到15米的地方，完成了倒飞同滚。也就是在近距离的空战中是锁定了对手。好，再带你来看到的是，现在美韩是不是闹分歧了呢？南韩空军 F-16C 战机坠毁酿火烧山，官方证实飞行员及时弹射逃生。那么在南韩空军一架 F-16C 的战斗机呢，在夜间训练的时候失事，在庆尚北道荣州市的山林当中坠毁，酿成了山林的火灾。所幸这名飞行员及时的弹射，没有造成伤亡。那么美韩自由护盾军演3月9号就要登场了，传出要缩减规模，官员说还在协商当中。那么他们说这个防御性的演习呢，被韩媒报道，首尔提议应该要缩减部分的训练规模，但是官员就说了，其实我们还在讨论跟协商进行当中。而中美战机对峙，驻韩美军驳斥向韩方道歉，只说遗憾，因为驻韩美军2月中在黄海上呢，它的上空呢训练期间，一度是与中方战机对峙。事后韩媒报道，韩方致电美方抗议，不满美方事前没有分享具体训练计划的消息，并指美方呢就为此道歉。但是驻韩美军就赶快发表声明了，他说没有道歉这样的说法，只有表示遗憾而已。但是现在在日本呢，他们的隔壁的日本现在正为出口护卫舰跟导弹来铺路。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上汇总了向日本政府提交旨在扩大防卫装备出口的提案。提案呢建议废除现行只能出口无杀伤力的5类别防卫装备的制度，以降低向海外出售护卫舰跟防空导弹的难度。而日本的防相小泉进次郎就说了，2031年的3月之前将在与那国岛部署飞弹。而现在日本打算放宽防卫装备出口，中国大陆说坚决抵制日本新型的军国主义妄动。毛宁直接讲了，近年来日本大幅调整安保政策，日方官员还公开鼓噪永和，谋求修改无核3原则，取消武器出口的限制，再次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突破战后国际秩序跟国内法律的约束，谋求再军事化的野心。而玉渊谈天首度的来解读，就说，大陆首次启用关注名单制度，剑指日本两企图。他说，大陆商务部呢连续发布2个公告，把40家日本实体分别列入出口管制名单跟关注名单，而且呢，同步的出炉针对性出口管制措施。这是1月发布关于加强两用的物项。那么对于日本出口管制的公告之后再一次的出手，目的其实也很明确，就是要防止日本再军事化跟永和的企图。而我们带你看到的是，现在高市早苗是不是也自身难保了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赠给315名自民党的众议员每人6000块的礼品，惹议可能会影响到政权运作。高市还是认为法律上没有问题，但自民党里面却出现了批评的声音。而现在日本很惨哦，春节赴日的陆客腰斩一半，泰国超车韩国成为最大的赢家。日本百货业协也说了，这个没有旅客真的差超多了，免税销售额就少了30%这么多，所以对于日本的观光业来讲真的是苦哈哈。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介大使，您是怎么看呢？其实就是说，这个美国跟韩国这个演习啊，自由之盾的演习，其实是每年3月跟这个8月哈，它都是例行举行的。可是呢，这一次韩国看起来对这个演习最早传出来的消息是韩国方面希望它停止啊，不要再演了。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李在明是韩国的统派，他希望两韩统一。他在去年的12月的时候，他曾对外发表这个演讲说啊，他的立场很清楚，他说无论要花多少时间，两韩都必须要统一，这是他的对两韩关系的一个基本的立场。那在这个立场之下，他特别提出今年2026年是什么年？今年是南北和平共存之年。他说今年是南北和平共存之年，所以在南北和平共存之年啊，那总是不是只搞一个招牌，你要有实际动作。也就是说，这跟美军这个例行的演习啊，就不要办算了，对，这才和平共存才有意义。因为北韩
朝鲜过去一直认为，你们跟美军这个例行演习啊，北韩定义是什么？叫侵略行为，侵略行为。那当然了，韩国这个国家基本上比日本稍微好一点，可是也逃脱不了一个命运，就是美国人翻脸他也受不了，对，所以这个立场本来说不要办，现在好像又开始要办了。那这个立场的移动在昨天朝鲜做了一个反应，朝鲜再度重申韩国是敌对之国。那这种方式基本上就是给这个韩国施压，你要办的话，你就是敌对之国。那希望你李在明不要办这个演习。不过基本上就变成就是说，现在李在明对于跟美国的这个同盟关系，还有跟日本的这个过去一个和解的关系看法完全不同。因为在这个大年初二的时候，本来有一场演习，已经有一场演习，本来是美国出来邀请2个国家三国联合演习，就美日韩在哪里？在东海进行这个美国的 B-52飞机轰炸机从关岛开过来的4架，一起办一个大规模的演习，出动飞机架次上百架。韩国当时就说我不参加，尤其是最好你如果要演习的话，不要邀请日本，我就参加。所以韩国最近这个立场变动很大那这个立场，我想就是说一定会遭受到美国的继续的打压，因为美国是不希望两韩统一的，美国也不希望这个韩国跟这个朝鲜之间的敌对关系会减轻，要不然这样子韩国的美军28000人在那边就不晓得要干什么了。好，我们来问一下吴教授，因为这个日本最近真的是因为中日关系的紧张，好像受到了真的是蛮不小的冲击，你怎么看？对，这个其实中日在你知道，只要牵涉到靖国神社，牵涉到台湾问题，中日的关系一定是掉下来。而且只要谁敢说我要参拜靖国神社，不管是小泉纯一郎，2006年的时候，他一讲参拜靖国神社，一去参拜，中日关系立刻降低，而且中日友好，他们说那个你就不要来参加他那个活动了。那其实这一次我们看到，从这个高市早苗在这个前任的时候，他讲了这个台湾有事之后，然后这一次又大胜那感觉他没有要收回任何他强硬的对话。那其实中方他用很多方法，我们讲这个经济的 coercion，想要让把这个日本知道说，你讲错了，你要把这个话说回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1月的时候，中国旅客这个掉了4成，对，然后关税这个销售少了3成，日本他感受到了。这感受到，坦白讲呢，这个日本的旅游业占整个国家的 GDP 大概7到8%那这个中国旅游客大概2025年占所有的访客大概25% 左右，在2025年的时候很多9月之前啦，9月之后因为陆续的那个话语交锋出来之后就开始降低，但是9月前大概是25%，还很热络。对，看团就停了比方说11月14号，中国就发布说近期避免前往日本，15号。暂停组团，11月16号留学预警，跟中国留学生说去日本是危险的，不要去。18号禁止暂停日本的水产品进口，他说这个又有辐射的安全问题，所以他这个所谓的经贸的这个禁令是一步一步慢慢把它锁紧，慢慢扩大锁紧，要让这个所谓经贸压迫，让日本知道说。你如果再往这个右派再往军国主义，再对这个中日关系挑动红线，那当然一来生意不能做之外，我会让你感受到真正经济上的压力。还没有在军事上面军事上面他们还没有要很强烈的动作，他是用经济上面来。其实我们知道，在两国外交之间，你说一开始要什么军事大的规模，其实太讲太大了。能做经济制裁、经济压迫，通常会先做。这也是中国对日的关系的通常是第一步。那我们要知道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日本他们也有研究说，如果中国游客被抵制1年大概日本会损失140亿美元。那坦白讲，现在你去日本旅游，其实台湾人去日本旅游很多，你去看那些所谓免税那个药妆店，中国游客真的少很多。坦白讲，台湾人很多买很多。那当然，坦白讲，如果是这样140亿美元对
中国是很大的影响。这个是我觉得是高市要注意的一点。那当然，韩国跟刚才这个我们谈到的韩国，其实李在明上来之后，他一直在做一个避险跟两手策略了。他一方面想要降低跟北韩的所谓的敌对程度，所以他就说，我们把这个两韩边境的大喇叭关掉，因为当初也是因为两韩的大喇叭一边播，北韩就是说你再播我就丢那空飘气球，里面装了排泄物，对啊，然后北韩那个公主就把两韩联络办公室炸掉。那当然，李在明有说，我们是不是思考要重新开放？感觉他要释出这一点和缓的这个两韩关系可是他一方面又跟美国说什么，我们要核潜舰那当然这个美国后来担心说，我们给你低当量的这个核铀那可以来做核潜舰。这一点我觉得他是想要做什么？安全靠美国，经济跟这个关系上面降低跟北韩的这个作为，这点他是跟日本是完全是两码子事，不一样的。好，我们持续来请教一下邱毅委员，你又是怎么看呢？美日韩的军事同盟，确实出现了问题了。主要的关键就在李在明的态度。这一次驻韩美军所发生的纠纷，几个罗生门，我来稍微说明一下好了。到底驻韩美军在进行演训2天出动了100架次的，对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不见了。在这一次的这个韩国他们动作是频频的，但是邱毅委员你自己是怎么样看这样子的动作呢？基本上我接续刚才的说法哈，那么驻韩美军有没有知会韩国的国防部，说要进行演训？基本上是没有的。第二个，当驻韩美军抵近侦察，尤其他的 F-16C 抵近侦察的时候，那有没有造成了这个影响了中韩之间的和睦的关系？没有声音啊。那么其实在这一次呢，这个中韩的关系外界也备受关注，大家都很好奇说，这中韩两边到底接下来会是怎么样的情况？现在就到底有没有道歉？道歉基本上是有的。那么也就是李在明对这个事情非常的在意，为什么？因为他想要修复中韩之间的关系，他想让中国大陆把所谓的禁韩令里面的几项都可以顺利的拿掉，让韩国的经济能够找到出路，找到生机。他也希望在中国的调和之下，能够使韩国与朝鲜之间的矛盾能够减轻，减少韩半岛所造成的一个紧张的局面。所以我接着在谈日本的情况。高市早苗的问题不在于他送自民党的议员3万日元的这些礼品，重点在于他能不能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日本经济问题其实非常严重，我说的更严重一点，它比美国的经济问题还要严重，比到中国大陆来访问的这个德国的经济问题也非常的严重。